东方玄烨，你为何非要与本宫作对？你既然不仁，便休怪本宫不义。到底鹿死谁手，咱们走着瞧。东方昭华吓得打了个寒颤，一脸畏惧地望着江贵妃，结结巴巴道：母妃，对不起，是儿臣办事不力。连这点事都办不好，你真是个废物。本宫要你这种废物有何用啊？天天就只知道吃喝玩乐找男人，你怎么就那么贱？是不是一日没有男人你就浑身不舒服？真是个千人睡万人骑的小贱货！你过来，待他医馆开张之日，你按照本宫的指示去做，若是再做不好，你便不用来见本宫了。是，母妃。楚将军府嫡女楚若雪参见姨父大人。若雪来看望小姨，顺便来拜访姨父，感谢姨父帮我劝说小妹不要开医馆之事。雪儿，本王今日去找过楚长欢，奈何他铁了心要开医馆，又有东方玄烨为他撑腰，本王也是无可奈何。不过若你真想阻挠他开医馆，本王倒是有个建议，你不如此这般。清晨，欢欢，是本王。你怎么起这么早？天还没亮呢。本王今日还要去宫里办事，要晚些才能回来。待会儿医馆开张，本王怕有人来捣乱，便让一出带了一队侍卫守在门口。你无需担心，一切照常开展即可。另外，早膳要按时吃，不要忙起来又忘了用膳，总是挨饿对胃不好。知道了，你去忙吧。他感到他在床边弯下腰，一个吻如温柔的羽毛般轻轻落在他的额头。张欢心跳加速，耳根滚烫，叫醒了大半。脚步声渐渐远去，他突然惊觉他的生活中早已融入了他的身影，他一直都在默默地为他付出，而他却一直假装视而不见。可笑他一直自欺欺人，说服自己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和他一起做生意赚钱。长欢，你喜欢他吗？当然喜欢，不喜欢你就是个傻子。你想和他谈恋爱吗？他位高权重，温柔多金，最重要的是对你温柔体贴，处处维护，能满足你对男人的一切幻想。好像这种感觉还蛮不错的，要不和他试着处看，若不合适就当体验一场恋爱罢了。若是合适以后再说。想到这里，他烦恼的心情变得豁然开朗起来。等找个合适的时间，他主动捅破那层窗户纸算了。傻子为何能开医馆呢？而且还歪打正着将你的毒给解了。难道他死而复生时正如传言中的所言，开了天眼能预知未来？这世界变化太快了，朕都快跟不上年轻人的脚步了。他不过幼年时跟着江湖义士学了点偏方，碰巧能为臣解毒罢了，医术上并没有传说中那么神奇。至于他以前痴傻疯癫，不过是不善言辞，被夸大其词而已，他也只能治部分病症，并非传说中无所不能的神医。他要开医馆一事，还是臣给他的建议。他被楚将军府逐出家门，无家可归，无依无靠，若不开个医馆混口饭吃，恐怕得饿死街头。他是臣的救命恩人，又是您为臣指婚的王妃，他此次开张医馆，臣也投了些银子帮他的。今日医馆便要开张了，待会儿臣忙完了也过去凑凑热闹，还请陛下恩准，让臣早点过去。知恩图报，乃是懂得感恩之人。不过指婚一事，那是你假死后
真怕你一人太过孤单。恰逢楚家嫡女楚长欢病逝，楚成运又来求朕为你二人赐婚，所以啊，朕才答应你们的姻亲，让他为你陪葬，也让你黄泉路上有个伴儿。叶儿啊，你既然没事，那这场姻亲便不得算数，你也不必往心里去。陛下金口玉言为臣指婚，哪怕是姻亲，臣也不能随便取消，因此她是臣名正言顺的妻，只是缺少一个婚礼罢了。等她再大一点，补办婚礼，还请陛下不要为难臣。你呀，朕不知该如何说你好。以前朕为你指婚，你总是百般推脱，说你乃克妻的命，不想害了别人的女儿。现在你就不怕克她？更何况朕听说楚老将军已派人上过你家门，宣布取消你二人的姻亲。楚老将军要求取消姻亲，臣并未同意，因为这是陛下您金口玉言许下的，岂能说取消便取消？他和臣一起在棺材中死而复生，可知他和臣均乃是命硬之人，也许只有他才不会被臣所克。与其让臣孤独终老，不如让他和臣共度余生，凑合凑合算了。其实要奴才说，这一切都乃是陛下您的功劳，要不是陛下为你们二人指婚，你们怎么会一起死而复生，安然无恙呢？陛下才是那个掌握天运之人啊！我大荣国有了陛下，何愁不会繁荣兴盛，国富民强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行吧行吧，只要叶儿你不嫌弃他痴傻丑陋，朕也就随你去了。你待会儿忙完啊，早点过去吧。臣遵命，谢陛下恩典。楚大夫，我等奉王爷之命保护楚府，有任何事烦请告诉在下。多谢易大人，有你在此我就放心了。若有人闹事，你们看着处理即可。是。小姐，这么多人，不会有人闹事吧？你没看见易大人在吗？有他们在怕什么？本医馆每日仅上午接待病人，且限量5人，专治疑难杂症，诊金5万2白银起，上不封顶，治不好全额退款。每天只接待5个病人，你以为你谁呀？有人找你治病就不错喽。最低诊金5万2白银起，还上不封顶，这是治病还是抢银子？你干脆去抢劫得了。东方玄烨，你不是要和你的救命恩人一起开医馆吗？哼，本王偏偏不让你们称心如意。东方玄霄向西门存人递了个眼色。我们反对傻子开医馆，大家将傻子赶出长安城。一出可不跟他客气，抬起脚便向他胸腹踹去。打人了，官爷打人了！你们凭什么打人？他做错了什么事了？侍卫们气得不轻，挥舞着手中的武器就要动手。易大人，保持冷静，千万不可落入他人圈套。你们都给我住手！易初大人乃是叶王的1等侍卫，乃是朝廷官员，你们可知袭击朝廷官员乃是死罪？我看你们一个个是不想活了吧？你们是叶王府的侍卫吧？光天化日之下欺负百姓，成何体统？小王爷，您可要为我等做主啊！我们好心代表百姓前来抗议傻子开医馆，哪知道竟然让人将我给打了！哎呦，可疼死我了！可怜我上有70老母。小女子江艳柔拜见长公主，拜见萧王爷、公主、王爷，你们可要为草民做主啊！楚长欢一介被楚将军府逐出家门、败坏家风的傻子，却要在长安城开医馆，祸害百姓。若是传出去，岂不是丢我大荣国的颜面？
我等实在看不下去，只好前来阻止。若真让这医馆开下去，岂不是败坏我等大家闺秀的名声？以后我们这些名门闺秀的脸往哪儿搁？我们还如何嫁人？还请公主为我等百姓做主啊！本公主身为大荣国长公主，自然要为百姓做主。楚长欢，你看百姓都反对你开医馆，害怕你祸害百姓。本公主认为你这医馆还是不要开了，否则引起民愤可就不好了。唉，本尊正愁找不到借口搞事呢。楚长欢，你还真是本尊的福星呢。可是为何他们没有打起来啊？是继续等呢，还是现在就动手呢？公主殿下说的有理，不过小女子有些疑问想请教公主殿下。敢问公主殿下，医馆之所以存在，其目的何在？自然是治病救人，要不为何叫医馆？敢问公主殿下，大家为何不让我开医馆？一介傻子开医馆，不是丢大家闺秀的脸，丢我大荣国的脸吗？以后传出去，我大荣国颜面何在？大家担心的无外乎是怕我痴傻，将好好的人给治死了。这样吧，我是否痴傻，大家一试便知。你们可出对联，出术数，出诗文来试试我到底傻不傻。若是证明我不傻，你们便没有理由阻止我开医馆。好，本公主答应你。他伸出纤纤玉指，指向楚若雪。就你了，听闻你在长安城一向富有才名，你来和他比试，千万别给本公主丢脸呀。楚大夫，他们可有对你做了什么？告诉本官，不要怕，本官来帮你报官作证。那些寻衅滋事之人，本官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哼，沈公子您来的正好，他们认为我是傻子，不该在长安城开医馆。我这样和他们作势比试，看看我到底傻不傻。这样，烦请沈状元来给大家做个见证，并烦请帮忙记录，将比试结果贴在医馆外墙公布于众。好，拿纸和笔来。沈兰舟施施然地坐来。准备好了，开始吧。我们以那棵大树为题，各吟诗一首吧。楚若雪你先来，以半炷香时间为限，超时未答出者，或者诗文逊色者为败。半炷香时间很快便过去了，楚若雪憋得俏脸通红，结果连个屁都没能放出来。好了，时间到，楚若雪，你没做出来。我没做出来，难道你就能做出来？你何不做出来，让大家看看？说是你也做不出来，不是和我一样吗？一片两片三四片。切，就这我也会。这是什么鬼诗文呐？4片5片6 7片，8片9片无数片，飞入草丛皆不见。好诗，好诗，真乃好诗，简洁明了，意境完美，令在下佩服。此次比试，判楚长欢胜出。楚大夫，不知小女子能否和你比试一下？大荣国第一才女慕容婉晴，竟然是她！小女子慕容婉晴，想要见识一下楚姑娘的才情，还请不吝赐教。慕容姑娘幸会，还请不吝赐教。哎，两位美人且慢比试，待本王先将面前的事宣布一下。刚才的比试，燃香燃烧不到1/4，本王宣布，楚长欢胜出，楚若雪落败。大家觉得楚长欢傻，还是楚若雪傻呀？楚若雪傻。两位美人，请问你们打算比试什么呀？由本王为你们作证，沈大才子为你们评判，你们就放心大胆的比吧。楚姑娘，我刚才听你作诗，觉得你极有才情，我们不如还是比试作诗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当然没问题，慕容小姐您先请，以什么题材作诗？你来出便是。
我们便以天上明月为题，各自作诗一首。楚姑娘意下如何？没问题，慕容姑娘请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长欢此时如遭雷击，他竟然也是那个世界的穿越者。楚姑娘，该你了，请。小时不识月，呼作白玉盘。又疑瑶台镜，飞在青云端。竟然长短一样，这要如何评判？沈兰舟看了看燃香，妙啊！这首诗和刚才慕容姑娘所做的诗相比，竟然不相上下，实在是妙极啊！两位诗情才艺不分上下，做的诗都乃千古绝唱。本公子宣布，慕容婉晴和楚长欢的此次比试不分胜负，乃是平手。欢欢，我早就怀疑你是那里来的人，今日一见，果真如此。见到你，我好开心啊！慕容姑娘，你先别激动，我们借一步说话。欢欢，我终于见到老乡了，我好高兴，你知道吗？我从那个地方过来时还在上小学，记得诗文也不多。后来病得越来越重，有一天突然痛得昏死过去，身体一下子变得很轻很轻，便什么也不知道了。再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变成了婴儿，来到了这个陌生的世界。欢欢，听闻你凭一根银针便让战神王爷起死回生，而且听你谈吐举止一副很有学问的样子，你是不是懂得医术？你是多大年纪穿过来的？婉晴，你先告诉我，你和昭华公主是什么关系啊？欢欢，我是她表妹，当今江贵妃是我母亲的亲姐姐。我本不想来的，昭华非要让我过来闹事，阻止你开医馆。以前我听闻你凭几根银针便治好叶王的病，便对你十分好奇。我一直都想来看看你是不是和我来自同一个地方的老乡。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；还有一种，老乡见老乡，两眼冒凶光。欢欢，我并不想对你如何，我也没有任何恶意。其实我能背的诗文并不多，也只能糊弄这个世界的人。原本我并不想暴露自己，可我不想待在家里，想去国子监上学，打发无聊的时间，因为那里有我喜欢的美男子。我绞尽脑汁想出几首诗来，却被他们奉为大容第一才女，你说可笑不可笑？为了看美男去国子监上学，长欢嘴角抽了抽，不由满头黑线。欢欢，你快告诉我，你从哪个地方来的？是个什么情况？其实我不太记得前世的事了，毕竟我以前痴痴傻傻什么都不懂。我只是陆陆续续记起前世的一些片段，但是并不多，也不知从何说起。你既然不记得了，你是如何懂得针灸之术的？陪葬业死而复生后，脑袋里边出现了一些东西，包括那些诗文，总之我也说不清楚。不过能认识你挺开心的，毕竟多一个朋友不是什么坏事，更何况是像你一样这么优秀的女孩。我这人待人比较真诚，只要别人不主动害我，我便不会主动害人。当然，若是别人害我，我定会全力反抗。欢欢，谢谢你，在我眼中你真的很优秀，被楚将军府逐出家门，换成别的女人早就一根白绫吊死了自己，而你凭一己之力救活叶王，还能自立自强开个医馆，你比这个世界的任何女子都强，你和她们真的不一样。不像我，明明不喜欢娃娃亲对象，嫌弃他还未娶正妻，便已纳了一堆小妾通房，却又不得不屈服于这个世界的礼数规则，不敢反抗。我是真的很没用。
可那是没有办法，谁不想被父母庇护锦衣玉食呢？毕竟许多事情不能两全。你家条件那么好，可不好好享受生活，实在不行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人，活出自己想要的模样来也是可以的。我真的可以吗？欢欢，以后我还能来找你聊天吗？你放心，我不会把你的秘密告诉任何人的，这件事我俩知道就行了。当然可以啊，随时欢迎你来楚府做客，外面还等着我呢，我们先出去吧。萧王爷，你不是也反对长欢开医馆吗？还污蔑他是个傻子，你现在还认为他傻吗？不如你来和他比试比试，如何？听闻你乃大荣国最有才情的王子，琴棋书画诗文对联文章样样精通，今日就让我等开开眼界，不知你敢不敢应战？你不会当那缩头乌龟不敢应战吧？哎呦嘿，还真是个孬种啊！本王便来试试，传说中的傻子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？楚长欢，你莫不是被本王退了婚，从而怀恨在心，想要打击报复吧？这样做未免也太卑鄙了些。就算你绞尽脑汁，也不是本王的对手。本王劝你还是乖乖放弃的好，免得楚将军府18代祖宗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全香王爷您太客气了，听闻您娶了几十房妾室，天天在后院争风吃醋，打架斗殴，闹得鸡犬不宁，我逃跑还来不及呢，又怎会怀恨在心呢？长欢真心感谢王爷不娶之恩，大恩大德没齿难忘，我谢谢您全家。笑得本王肚子疼，花王这个称号太符合萧王您高大光辉的形象了。听说您最近又盯上了寻芳阁的某个头牌，不知是否打算娶回家，参加后院的打架斗殴啊？完颜查查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瞪什么瞪？眼睛瞪这么大，你是癞蛤蟆吗？完颜查查，你能不能闭上你的乌鸦嘴？笑死本公主了。哼，当然不能。小花儿，比试还继续吧。纸尿裤，萧王爷开始吧，作诗还是做对联，你来选。本王大人有大量，不和你一般见识。作诗还是做对联，你先说。若是你做不出来，你这医馆便不必开了。全香王爷，我们来比试做对联如何？我不太擅长对联，还请王爷手下留情。别磨磨蹭蹭了，赶紧出上联。你若不擅长对联，大可放弃认输，关门大吉。纸尿裤，萧王爷，您且听着啊，我便以前面的望江楼为题做出上联，还请王爷对出下联。望江楼，望江流，望江楼上望江流，江楼千古，江流千古。人群中，那双妖邪的紫眸一瞬不瞬地盯着姿态悠然的少女，一颗心为她疯狂地悸动着，那是从来未曾有的感觉。萧王爷，该您出下联了，请吧。东方玄霄心里暗恨，恨不得尿遁算了。此乃绝对啊，真乃千古绝对啊！楚长欢，我真是太佩服你了。你这哪里是傻子，你分明是惊才绝艳的才女啊！就算是大荣国第一才女也不为过啊！沈兰州这个新科状元一锤定音，从此以后，楚长欢大荣国第一才女的美名因此而流传开来。啊，楚姑娘，您这对联做的真是太好了，在下佩服的五体投地。哦，忘了介绍，在下是这望江楼的老板蒋西城。敢问楚姑娘，您这上联能让我贴在望江楼的外墙，让食客们应对吗？我觉得这定会让望江楼名扬天下呀。楚姑娘，以后您来望江楼，本店给您5折特惠。感谢蒋老板抬举，您若喜欢，请便就是。真是太感谢您了，咱们是邻居，以后有空啊，常来酒楼做客啊。花王，轮到你了哟，赶紧出下联吧，这香都要快燃了一半了，你怎么还没做出来啊？
哎呀，不会是做不出来吧？你承认自己是个草包，有那么难吗？群芳阁赏群芳，群芳阁中赏群芳，群芳销魂，阁中销魂。哼，怎么样？本王到底还是做出来了。哎呀，不愧是草包花王啊，真是癞蛤蟆跳到脚背上，哪里来的脸？您的脸皮之厚，让本王佩服的五体投地。估计你老爹听到这对联，都要被你给气的从棺材里爬出来呢。本王做的才是绝对。这次比试，本王胜出，还是他胜出？从意境而言，楚长欢做的上联意境高远，对仗工整，堪称千古绝对。至于萧王您的下联，实在低俗不堪，难登大雅之堂。本公子宣布，此次比试楚长欢胜出。哼，就算你能作诗作对，那又如何？你了解医理吗？知道什么是医术吗？若是不知，你这医馆便不能开张。于神医来了。昭华公主对她暗暗使了个眼色。这个医馆每天只有上午接待5人，且最低诊金5万两白银起。这哪是救死扶伤、治病救人呢？分明是丧心病狂、疯狂敛财啊！若让这种医馆存在下去，便是伤风败俗、道德沦丧。所以本神医认为，这种医馆没有存在的必要，还是关门大吉的好。于神医还真是我等晚辈的楷模呀，令晚辈佩服之至。哼，你要自知之明就好，你这医馆违背医道医德是不能开的。女子无才便是德，本神医建议你还是待在后院相夫教子的好。于神医开口闭口便说我不懂医理，武断我是个傻子。敢问于神医，你可曾看着我长大？你可曾知我有无奇遇恢复过神智，学过医术？做大夫最讲究的便是望闻问切，实话实说，否则便是庸医误人。于神医，您既然被称为神医，不会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吧？难道是个徒有其表的庸医？你既说你懂得医理，那本神医便问你一些医理常识。你若能答出来也就罢了，若是答不出来，你这医馆还是趁早关门大吉吧。那就请于神医提问吧。长欢定当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未将丑话说在前头。我若是答出于神医的提问，便请于神医不要再干涉我开医馆。楚长欢，本神医也不为难你，只问你一些最简单的医术常识。人之五脏六腑指的是什么？五脏指的是心、肺、脾、肝、肾；六腑指的是胃、胆、三焦、膀胱、大肠、小肠。五脏六腑乃至人体内脏器官的统称。自然中存在5大邪气，最易令人生病。有哪5大邪气？所谓5大邪气，乃指风邪、湿邪、暑邪、燥邪、火邪6淫中致病季节性最强的邪气，指的乃是暑邪。东方玄烨处理完手头上的事，急匆匆地从皇宫赶过来。当他赶到现场时，看到的便是少女那顾盼生辉、光芒四射的俏丽模样。他深深地望着心爱的姑娘，一颗心为她疯狂地悸动着，眼底充满无限温柔和宠溺，都是他自己都不曾察觉的深情。小欢欢，本王也想嫁给你，当你的小娇妻。你实在是太让本王惊艳了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先考虑考虑本王如何？死渣渣，皮痒痒了是吧？想不想吃拳头啊？一边玩去！
好嘞。于神医，楚长欢回答的没错吧？就算他答出来又如何？他会为人治病吗？空有一点皮毛知识，没有实际治病经验，又有什么用啊？所以这医馆还是不能开。谁说他空有一点皮毛知识，没有治病经验了？于神医，你是不是老眼昏花老糊涂了，对本王视而不见？本王看你这神医的名号名不副实，你不能再用了。于某见过王爷，就算王爷的病由他治好，也不能说明他医术如何了得。一个病人说明不了什么的。那本将军呢？本将军能证明他高超的医术吗？爷爷，您可来了！今日姐姐开张医馆，好多坏人跑来欺负姐姐，不让姐姐开张医馆。哪怕姐姐比试吟诗作对胜出了，答出于神医的所有问题也不行，你快帮帮她吧，姐姐太可怜了。爷爷，您不在家好好休息，跑这里干什么呀？爷爷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来阻止妹妹开医馆的？她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傻子，开医馆确实会为楚将军府蒙羞。楚老将军沉着脸，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。我孙女楚长欢不但治好了叶王的病，让他起死回生恢复如常，还让我这个即将躺进棺材苟延残喘的糟老头子重新站起来，一顿能干上3大碗饭。你们竟阻止他开医馆，试问这天底下还有谁像我孙女一样做到这些？是你吗？楚老爷爷，就是这个奸诈恶毒出尔反尔的狗屁神医反对小花儿开医馆的。他起初答应小花儿，只要回答出他提的医理问题，便答应让他开医馆。结果您猜怎么着？小花儿将他的问题一字不差答出来，他又出尔反尔吹毛求疵，说他只懂皮毛不懂医术，没给病人治过病。哼，糟老头子坏得很，出尔反尔小人行径。叶王爷不算人吗？楚老爷爷您不算人吗？你们2个活生生的例子摆在他眼前，他偏偏装瞎视而不见，这不是坏是什么？简直坏得流油，卑鄙无耻下流！你这个黄口小儿，你休要胡言乱语！这么多人盯着呢，你这个死老头子还想赖账？王爷哥哥哪有胡言乱语啊？就是你反对我姐姐开医馆的，我们大家都可以作证，你是坏人，不配拥有神医称号，你赶紧将神医称号还给大家。乖孙女儿，医馆尽管开就是了，若出现任何问题，我糟老头子来承担所有责任。还有本王，也是楚长欢最坚强的后盾。楚长欢乃是皇上赐婚，本王名正言顺的王妃，以后谁若再欺负他，便是与本王作对，本王绝不轻饶。楚老将军，叶王爷，就算你2人能为楚长欢作证，那又能说明什么呢？他年纪不大，只不过治了2个病人，而医术重在积累，没有10年8年的经验积累，谁敢开医馆呢？正在此时，于神医在何处？快快救救我弟弟！快快救救我弟弟！她不是纳兰家的女儿纳兰琉璃吗？她弟弟叫纳兰锦堂来着。他没了呼吸，也没了心跳，已经没救了，抬回去好好安葬吧。于神医，求求您再救救我弟弟吧，可怜他才8岁啊！求求您想办法救救他，小女子愿意当牛做马，不要任何名分，终身服侍您。唉，不是老夫不想救他，而是他已气绝身亡，老夫也没有办法呀。你先让到一边，我来试着救救他。长欢双手按在小男孩胸口，使劲地按压起来，为他做起了心脏复苏救援。无知小儿，你以为你做出这些奇怪的举动便能将他救活？
真是天真呐！老朽倒要看看，你待会儿如何给大家交代。交代你老母啊！闭嘴吧，老神棍！终于，小男孩剧烈的咳嗽一声，缓缓睁开一双略带暗淡的黑漆漆的眼睛。弟弟，我的弟弟，你终于醒了，可吓死姐姐了。姐姐，对不起，又让你为我担心了。下次我再也不去江边了。于神医瞪着苏醒过来的小男孩，脚底抹油，夹着尾巴迅速逃走了。东方玄霄和昭华公主见势不对，也气恨恨地跑了。感谢楚神医救活我弟弟，大恩大德，琉璃没齿难忘。从此以后，纳兰琉璃愿意为奴为婢，当牛做马报答您。只是琉璃一贫如洗，您规定的诊金恐难支付，恳请楚神医收下纳兰琉璃为婢，让纳兰琉璃有机会报答恩人。琉璃姐姐是吧？千万别这么客气，举手之劳而已。你先带你弟弟回去，让他好好休息几日。待会儿我会为他开张调理的药方给你带回去的。此药需要煎服，2-3日后他便能恢复如初。恰逢我家医馆今日开张，你弟弟的诊金就免了。谢谢主神医，谢谢主神医。他日等我弟弟好转，纳兰琉璃定会来医馆兑现承诺，绝不食言。至此，长生医馆终于顺利开张。王爷，今日我们医馆顺利开张，我真的很高兴。我一定要好好赚钱，赚很多很多的银子，让王爷您跟着我发家致富。小财迷，傻丫头，他和他合作哪里是为了银子，他是为了他这个人呢。小财迷，只要你开心就好，赚钱不赚钱的，本王其实并不在意。另外，若是经营中需要银子，本王随时都可以支援你，千万不要和本王客气。欢欢，本王其实想告诉你，那怎么行？做生意不就是为了赚钱吗？若总是赔本，我怎么对得起你投入的那么多的银子啊？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控制的商铺是打算做什么的吗？王爷，请跟我来。欢欢，这是什么？王爷，这便是我除了开医馆外即将要做的生意。这是什么点心啊？做的可真好看，不知吃起来味道如何？这不是点心，这是香皂，用来洗脸、洗澡、洗手的香皂。王爷，这个沐浴很好用的。本王就在这里沐浴啊，这不太好吧？要不等晚上再说。我说你在想啥呢？我只是请你过来试用香皂，又不是让你在这当众沐浴。不是你说用来沐浴的吗？王爷，我先慢慢做一些出来存着备用，等找个契机再慢慢的打开销路。你现在明白为何咱们医馆只开放半天了吧？我不想那么累，还想着做点别的赚钱的生意。王爷，您觉得这个生意会怎样？欢欢，你想做什么便去做，本王定会无条件支持你。另外，这些东西如何定价，如何销售，你来决定就好。需要本王帮忙时，你只需要说一声，本王定会帮你安排好一切，包括购买原料、安排操作人手，甚至于后面的销售等等。有些事不需要你亲自动手，你来指挥就好。本王不想让你太累，太辛苦了。好的嘞，谢谢王爷。后面等我需要你帮助时，是不会和你客气的。当日傍晚，王爷，我觉得我一边开高端医馆一边卖香皂，绝对能够赚大钱。其实呢，我也想过开餐馆来着，只是开餐馆太累人，操心的事太多。我想来点赚钱快的，比如高端医馆、美肤香皂之类的。以后若想做点别的，我再考虑考虑。他深深望着他，暗自庆幸自己先发现了他的好。他几次想要张嘴，却又欲言又止，看上去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。王爷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没发烧啊？
你是哪里不舒服，还是有什么心事？你不会是在担心我们的医馆没有生意吧？你放心好了，我开的乃是专门针对疑难杂症的高端医馆。不要看现在病人少，但是生意绝对不会差的，你要对我有信心。欢欢，明日一早，本王便要启程前往边城，边城出了点事，本王要去处理一下。多则月余，少则10来日便能回来。本王不在的这些日子里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不要太过操劳。嗨，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，您就放心去忙吧，我能照顾好自己的。倒是你，要杀你的人那么多，此次前去会不会有危险？一定要注意安全呢，千万不要上当受骗被人拐跑了。对了，我前几日调制了一些迷药，你带在路上防身用。只有不长眼的阿猫阿狗想害你，你就拿出这个将他迷晕，免得费力气打架。张欢生怕他遇到危险，拉着他的手来到房间。王爷，这些迷药分成无数小包，只要1小包便能迷倒一片人，药效大概能够管2个时辰，药效过后就能自动恢复。你用的时候千万小心，别还未迷倒敌人，先将自己给迷晕了。在你眼中，本王是那么迷糊的人吗？这包是解药，也分成无数小包，用水调服便能解开迷药。是药3分毒，解药不能轻易使用，您千万要记清楚啊，2种药别用反了。欢欢，本王心……悦你2个字还未说出口，一初和丁香各自抱着一大堆信走了进来。王爷日理万机，竟然收到这么多信，够你忙一顿的了。无聊的人尽写些无聊的东西，一初都拿出去扔了，免得浪费本王时间。王爷，这信是给小姐的，不是您的。今日长生医馆开张，许多年轻人对楚大夫十分仰慕。今日下午，不少人成群结队前来给他送信送礼物，说是仰慕他的医术和才情。楚神医你好，我乃宋知府家的嫡3子宋知官，年龄16，尚未婚娶，因仰慕您的医术和才华，不知能否与您见上一面，畅谈人生。在下对你一见钟情，绝不嫌弃你被楚将军府逐出家门之事，亦会说服家父接纳你。丁香，将这些信都拿去烧了，以后若还有类似信件，不用呈上来给我看，直接烧掉即可。至于那些收到的礼物，你们都拿去分了吧。以后还有这种礼物呢，也不用拿给我，你们直接处理就好。东方玄烨明显松了口气，天色完全黑了下来，东方玄烨才依依不舍地告辞离去。王爷，您可是在为边城担心？属下已安排好一切，明早一早便可出发。只是暂时联系不到静婷，只有等我们过去后才知道那边的情况。一初，若是喜欢一个人，又不能在一起，该当如何？王爷可是担心，万一真娶了楚大夫，会对他不利？王爷不是早就娶过她了吗？虽是姻亲，但姻亲也是成亲啊。您不但未将他克死，还和他一起死而复生，属下倒是觉得，王爷，属下倒是觉得，他和您一定互为福星，毕竟楚大夫以前不也被人们称为灾星吗？皇上为您2人指婚，他不但未将您克死，还让您死而复生，恢复如常，可见他乃是您一生一世的良人。一生一世的良人。这样说来，本王就算娶了她，也不会克死她。东方玄烨终于解开心结，露出开心的笑容。他决定去边城回来，便向他表白心意。3日后，楚神医，感谢您救了我弟弟，我愿意当您的婢女，终身服侍您，不要任何工钱。当婢女倒是不必，你可愿意到长生医馆帮工？工钱照算。楚神医，我怎么好意思要工钱？我免费帮工就行了。你来帮工，必须给你工钱的。另外，
医馆所有帮忙之人年底都会分些红利。我听闻你和弟弟相依为命，你弟弟马上要上学堂，你没有收入，如何供他上学养他？还有，你也要攒嫁妆不是？总不能让你白忙活一场啊。如此，便谢谢楚神医，以后我一定好好干，绝不辜负你的期望。你我并非主仆，你不必如此客气，只要好好干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我们大家之间平时以姐妹相称便是。东方玄烨离开后的第4日上午，长生医馆迎来了第1位病人。在下水月山庄庄主水莲山，敢问姑娘可是楚长欢楚神医？小女子便是楚长欢，神医不敢当，您叫我楚大夫就好。敢问这位公子乃是什么症状？大概多久了？平时都有些什么异常表现？3、4年前，他突然喜欢吃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比如灯芯、草纸等等。我们开始都没在意，未曾料想后来情况竟越来越严重。我儿不但时不时腹部绞痛、呕吐、呼吸困难，还经常晕倒昏厥。在下请便名医，我儿服用无数汤药，不但未能治好他的病症，病情还越来越严重。水莲山见长欢观察得十分仔细。楚大夫，我儿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啊？他可还有救啊？水庄主，您家公子这是被寄生虫感染了，且病情拖得时间太长，已经引发了许多并发症，虽然还有救，但是需要一些时日。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，我儿终于有救了。楚大夫，我儿完全治好，大概需要多少诊金？还请您开个价。一共10万两白银，包含所有费用。3日内您先付5成定金，待你家公子康复后支付剩下的诊金即可。好的，没问题，一切按照您说的办。非常感谢楚大夫，真是太谢谢您了。水莲山庄主取出一大叠银票。非常感谢楚大夫，让小儿有了活命的机会。这是定金，余下的后面结算。谢谢水庄主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话又说回来，若是小公子的病没有起色，我会将定金全额退还给您的。楚大夫，你这样一说，我有些害怕呀。小儿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我只是说一种可能。水庄主您放心，您家公子没问题的，他这个病不是绝症，我能治好他。长欢刚刚忙活完，医馆中又走进来一个人。楚神医，主人最近身体不太好，特意备上定金，请您过去为他治病。这是40万两银票，主人说待您帮他治好，便将剩下的20万两送过来。外面已经备好马车，主人吩咐只能请您一人前往，不可带其他人。小野猫，你来了。您这是狂欢了多少个日夜？为何如此憔悴？本尊名叫青川，以后你可以叫本尊青川。这个名字是你我之间的秘密，不准告诉任何人。记住，是任何人，包括东方玄烨那个王八蛋。你叫傅子义也好，叫青川也罢，你是群芳阁的头牌也好，是皇子王孙也罢，和我都没有半点关系。在我眼中，你只是我的病人，你出钱我治病，如此而已啊。大人啊，您千万别指望我帮您保守什么秘密，我这个人八卦的要命，一点都管不住自己的嘴，还喜欢到处讲别人坏话，真的很抱歉啊，让您失望了。算你狠，真让本尊服气。反正本尊不管，本尊对你说过的秘密，不许你讲出去。若被本尊发现你传了出去，本尊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来。青虫大人，算你狠，你不是要治病吗？到底还治不治？再不治我可要走了。本尊叫青川，不叫青虫，你给本尊记清楚了。再叫错，小心本尊砍了你的脑袋。记住了，大人您叫青虫不叫青川，
反正以后我和别人八卦的时候，就这么叫您青虫大人。嘿嘿嘿。